下雨了，送我们去机场的司机说，这是岛上6个月的第一场雨。我们离开圣托里尼岛，飞往雅典。雅典有3000多年历史，是西方文明的摇篮。城里有很多古迹，大多集中在卫城附近。今天只剩大半天时间，计划参观雅典古市集等景点，步行，全程约3公里。我们从普拉卡开始，这是雅典历史最悠久的一个社区。普拉卡有2条步行街，是游客逛街购物必到之处。这2条街的交点差不多就是普拉卡的中心。接着往前走，来到了雅典古市集。在古希腊城邦中，市集是城邦中文化生活和政治活动的中心，诸如集结军队、投票选举、艺术表演、商业买卖等等，都会在这里进行。古市集由广场和周围的建筑构成。这座神庙供奉的是古希腊神话中的火神和工匠之神赫菲斯托斯。阿格里帕剧场建于公元前15年左右，是一位罗马将军捐赠给雅典的礼物。公元前159年至138年在位的帕加马国王阿塔罗斯2世曾在雅典接受过教育，作为答谢，他向雅典赠送了这座柱廊。柱廊一共2层，曾经是雅典城邦最大的商业场所和集会场地。现在的柱廊是上世纪50年代由洛克菲勒家族捐资，在原址复制重建的。柱廊的柱式很有特点，底层外廊是多利克柱式，
内郎是艾奥尼亚主事。二楼的外廊是艾奥尼亚使，内廊是佩加梅尼使。柱廊2楼现在是古市集博物馆，展出的文物大多与雅典民族选举有关。眼前这个文物是一个几千年前的投票机，音译叫克里罗特利翁。雅典城邦的公职人员是通过直接选举产生的，基于政治权利平等的概念，候选人通过在各个群体中平均分配和随机抽取当选，这样既可以避免腐败，也能确保职位公平分配。选举时，有选举资格的公民将他的皮纳科翁，就是一块标有个人身份的青铜牌子，相当于今天的身份证吧，插入自己所属群体的那一列小孔。准备相应数量的黑白2色小球。混合后从投票机顶部放入，底部每次只能取出1球。白色球对应的一行候选人当选，黑色球对应的一行落选。雅典城邦的制陶业很有名，相比昂贵的纸张，随手可得的陶器碎片派上了大用场。这些刻了候选人名字的陶片就是雅典城邦的一种特殊选票，选中的人都是声名显赫的大人物，像是曾经领导过希腊联军战胜波斯大军的蒂米斯托克利。雅典人认为，当一个人有了极大权力时，就有可能给城邦带来危害，所以就要在实质伤害发生之前将这种可能性排除，于是就有了陶片放逐的做法。选中的人会被放逐到国外10年，那时候没有现在的通信技术，不能远程办公，离开政治中心10年，他的政治影响就会荡然无存。放逐就相当于今天的剥夺政治权利吧。被放逐的人不是罪犯，所以家产酒足都不被牵连。10年后被放逐的人还可以回家，还可以再次参选，只不过一切都要从头再来了。哈德良图书馆是罗马皇帝哈德良于公元前132年仿照古罗马广场的建筑风格建造。图书馆兼顾藏书和教学的双重功能。雅典罗马古市是罗马占领时期修建的市场，由罗马的凯撒大帝和屋大维皇帝捐赠。罗马古市的正门，雅典娜之门。峰塔
大理石八角形塔，始建于公元前1世纪。塔外8面的岩壁上刻有8面风向的风神，曾经还有8个日晷。塔内有一个使用来自渭城溪水的滴漏。在罗马时期，风塔用于计时和测量风向。雅典大都会教堂是东正教希腊教区最重要的教堂。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打康斯坦丁堡，拜占庭帝国末代皇帝康斯坦丁11世拒绝招降，在破城之际脱下黄袍冲入敌阵，战死沙场。他的无畏勇气和英雄行为被许多世人敬仰。无名烈士墓或无名烈士纪念碑是一座献给所有在希腊历史上为国家献身烈士们的纪念碑。行程匆匆，短短1天的走马观花结束了。明天和我们一起去那个点燃圣火的地方——奥林匹亚吧。